小狗可以吃水刀，但古法最好能够避开。又是一个水没有水到人。他这个是预判楼想补骑兵的一个水，但其实楼也非常聪明。哎，这波古法是中了水刀，再挂一个导弹，两边互拼。古法是率先交出1血，然后 Pure 很冷静选择了一个 TP。中路对线 NEC 跟圣堂刺客基本上是一个5-5开。哎，他又回来了，又回来了。是的。 打了一个反复横跳，还是想杀 Deadfall， 但是冲塔杀 CK 的话，这波自己状态比较差，而且 CF 炸弹人支援过来，爆破起飞瞄一下，再取消，再往前追，想爆古法吗？这一波的一个瞄准出击非常精准 ，C5 的绝活炸弹。然后 BB 的话主要是看上河道，一个隐身，炸弹人直接想海绵吃了，但是踩着对方的真假眼往前走，这个行进路径 BB 是知道的。这波是海绵帮中上路被击杀，然后中路看一下隐身海绵想找圣堂刺客。 冰片封住需要先破折光，然后再跟死神镰刀，原地学了一个隐匿的情况下古法来了，给了一手真眼很关键，交斩还是斩死了 GPK。这波 FI 的技能释放非常的漂亮，他是没有被这个炸弹人的爆破起飞给眩晕住。单挑你打不过的呀，赶紧跑吧 ，CF 把人赶走，自己 TPCD 但可以走回来。要小心船长从那边包啊，船长要包夹了，看一下天明能跑不？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了。一条小道。 被标注，但是这波肯定是赚的。对，跟智慧神符1换1可以接受。反绕回到了自己一个有眼的地方，点观察者不是很着急，差一个兵到6级啊，他有点想混这个兵的经验藏在树林里面。那这样一来又危险了。哎，这种中路 TA 是拿了一个杂技玩具小跳步走开了。查理斯差一个兵的经验到6，想混的这个经验似乎有点混不到了，被 CK 跟炸弹人找到。找到的话应该是爆破起飞瞄一下，稳稳命中。 自己2技能是带 CD 的 ，CK 马上有混乱之剑的 CD， 打出一个1秒晕，带走，有所防备。后面是蹲了一个有大的凤凰 ，Deadfall 往前推线，同时也是反包围了查理斯，爆破起飞先手，但是离塔的位置很近，回头了。这一波 AR 往前追有没有先手呢？看一下海明的雪球，强行往前滚。冰片看一下，这个距离有点远 ，Deadfall 开大反打晕住海明，天光先是掩护一下，这里 Deadfall 的血量很低，应该是要被击杀。 CK 先死，但是 TA 的输出还是比较高的，换掉了一个绝杀海绵，凤凰变弹落地，就可以选择原地 TP， 但是 EC 又说漂亮，原地直接斩死了圣堂，这样没弹的凤凰应该也是很有危险。是的，开启像威胁跟狂暴，天明已经提前打掌了，吹风留住，吹风定位，阻断凤凰一个想飞下去的想法。这波是打出了一波成功的1换3，找不到一个特别稳的一个开团点。塔下的这个大锤想打先手水吗？标记3连，大锤看人家有没有队友支援。 凤凰直接变弹，这一波似乎是没有人支援，查理斯应该是被卖了。对，上路一塔甚至没有被推掉。是的 ，BB 杀人之后的推塔其实比较慢，因为大哥不想来推，都去打钱了。无法带狗，直接走过来找炸弹人，开魔免粘住带走。而且对面玩的区域比他们大太多了。小狗继续带队来 B2塔，这一波想打洪流接晕是晕住了，再加一个爆破起飞，3连晕。 小狗是开出魔免，再切臂章想走，中了标记，等魔免结束再拉回来，标记对魔免的一个限制，这一波体现出来了。下路的话是找到老东京的一个凤凰完成了击杀，暗灭加 CK 大打的还是比较快的，这里 NEC 先到位，狗也来了，对方高台是有真假眼，但狗是个禁物的状态，先点眼，再放冰片，炸弹人爆破起飞直接堵路 ，C5 拿自己的命帮队友争取时间，让 TA 是控到了这个盾能走吗？ 标记了 NEC 限制他追人，然后 TA 跳走，老东京卡到一个位置选择 TP。这波 AR 后续的追击似乎有点缺控制，刷西瓦，用魔晶的死亡搜寻强行留住 CK， 但是 CK 是有 BKB 的。船长再放一个洪流掩护，这里海绵还在追吗？再往前看一下有没有冰片，带着我过来一个冰片封住，留出了没有盾 Nightfall， 大锤再降临 Nightfall 是死透。中路就让带盾 TA 漏，勾引你动我的手。 船长来了，远处标记到了古法，直接是给了3连吗？给了一个2连加一个潮汐波推回来，但是没有推上高坡。但古法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危险啊，一个爆破起飞再断一手，虽然说虚无了自己，哎，这里狗的位置有危险啊，直接是被船长洪浪长晕起来被 TA 秒掉了。这样的话 ，NEC 吹风自保最多换炸的人也没有成功。开幽魂护照，一个潮汐波没有推到，但是有标记，小控制非常多。这一波 AR 人也不是很齐，被 BB 找了一波机会。
岔路是一个5个人，看一下这波能不能绕后，但是会踩眼。对，踩了对方的眼，老毒精飞过来，能变蛋吗？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哦，一个斩直接秒掉了凤凰，没有变出蛋。但这样的话 ，NEC 交了大招，自己中了 TA 的否决也有危险。小狗是给了一手钻救了一下，这波 BB 没有能够形成起火，侧翼 Nightfall 选择了 BKB TP， 海民的雪球大招没有能够断到，但是正面的 Pure 应该是被卖了。哦，这一锤没有留到，比较可惜。是的。对于打盾这个信息 ，BB 好像不是很清楚啊。Nightfall 在外面很犹豫，不敢进去。Nightfall 看到 FI 在外面，想啥情况？啊，跳进来想打 FI， 还是秒海民。凤凰过来放烈兆，但是盾被先打掉。AR 是狗带盾，凤凰变蛋看能不能点掉这个蛋，但是被点掉了。查理斯拉扯一下出来，带狗也出来，正面拉扯一波，但是天命的酱油无法是阵亡了。FI 买活第2前进场在背和查理斯个大招天王先是 P.O. 被留住。这波是打到盾，又打了对方一个3人小团灭。查理斯是有 BKB 的，但船长有羊刀，看反应了这一波。是的，看反应了，但是感觉交完羊刀先手标记 CK 过来一个跳拉给血挤，应该是控制链接满了。BB 这一波找的点还是很准，还有点金手，他马上也能跟羊刀了。是的，他们现在得找机会打。2把羊刀，其实海明的雪球就比较难救了。哎，这里带狗找人有视野吗？想找后排的谁？好像是 GP 的上刺客，大鱼锤接斩，就你了，不出保命装。是的，找到了一波机会。他这个露线的位置，队友其实蹲的人不是很多，而且 GPK 直接是更装备，没有留买活。哎，这一波 AR 站上高地 ，BB 缺少主力输出点，盛唐刺客啊，别被盲传到狗开出了魔免 ，OK， 开出了魔免。那这样洪流浪潮也空了，再往前追，但炸弹人高地伤害很高 ，NEC 的位置有点危险，赶紧吹风 TA 不在，没有否决，还好。再锤起来，再给衰老，问题不大，幻象全被清掉，这一路随便拿下。必出一个塔防，56秒。BB 觉得如果说2路放掉的话，会有点难打。对，开悟想打，但利用自己的雷阵，这个盲水接羊刀拉回来，伤害很高，海就被有关键出来，但小狗还是被击杀了。技能好像是有一些 CD， 那这样的话，这个残局凤凰变蛋的位置也很不错，晕住了2个人，给 FY 应该是吃了一块奶酪回家状态，是潮汐波又推回来3个人，而且是推到了炸弹人的雷阵上。没必想掩护队友，且战且退，被中了一个3秒晕。大锤天光线是救 NEC， 反手拉回来秒掉了一个炸弹人，但是盛唐刺客10秒钟就要活了，再留 Pure 开船油掩护自己，也阵亡。CK 是回家补了一下，回到战场。这波要走了 AR， 要船长买活，盛唐复活，这波要赶紧走，正面只能是卖掉海绵了。卖了。毕竟 AR 这波是有买活的一个容错率在。是的，你来不来？这波 BB 应该是得来的。船长过来放了一个水，正面好像是扬住了查理斯，接一个潮汐波推回来，查理斯直接被秒掉了。可以买活，对面没技能了，别查理斯可以买活，凤凰交了变蛋，别急，这波还是随便打。查理斯有买，肉山血量还是比较低的。对，对面没有技能了。这一波想打盾，逼对方过来之后，查理斯买活再来反打吗？这个肉山两边都不想放，卡在了这个位置。TA 远程去消耗。小狗打盾的速度其实也不算很快，还有一个下面小狗海明跳过来一个雪球救下来，凤凰的变蛋位置非常的不错。雪球包下来之后呢，小狗直接选择了买活，查理斯也买活，看一下这波团战的一个后续。Nightfall 正面再打查理斯，查理斯买活之后的血量很危险，但是没有阵亡，反而是 NEC 斩死了 CK 是不能买活的。再往前追击一个残血 C5 也被击杀，但正面的话 AR 也是死2个不能买活的人。小狗还在往前追盛唐，中了一个魔晶陷阱的沉默，不敢再追了。两边正面目前是一一个3打3的残局，得回来打盾，得回来打盾。肉山血量很低 ，NEC 赶人，侧翼 GP 是切死了古法，再放一个水，但狗是开 BKB 捡到了盾和 A 杖。是的 ，P.O 这边应该也要阵亡，买活死的船长。这一波是拼到最后 ，AR 非常不容易的控到了3代肉山啊。吹风加 BKB， 这样尽可能的在团战之中去打多几轮的一个救人。对。眼位其实看到了一个 CK，FI 直接跳出来打新手，接一个雪球，接大晕锤加天光现世，买不活。Nightfall 下高地给了一波机会，77秒的时间，这一波可以打。少了 CK 其实是少了比较关键的输出点的。对，单盛唐推回来接羊，爆破起飞，小秒小狗是有盾的，还好有盾，输出真的很高，盾被打掉。看一下 BB 想从侧翼切吗？动 NEC 吗？船长是有羊刀的，要动先手，需要破林肯动 ，TA 先 A 一下试试看。不痛不痒，问题不大。对，小狗站上高地 ，A 掉对方的所有陷阱，包括雷，先清扫战场。FY 直接打先手，把 TA 圣兰斯踢了回来，
但是铁有跳刀，没有破折弯的话跳走。海明的位置反而很危险，无法输血的话是一个自爆炸死了海明，海明是不能买活的。这波正面 AR 先解援 ，NEC 一个斩暂时没有斩死人，炸弹人是一个残血 ，NEC 被拉回来之后自己也被击杀，极限吹风落地两龙星也被带走。这波打盾 CK 不在，其实没有那么快。 但是来的时机，狗跳进来想直接抢，想拼一波吗？没有能够抢到 ，TA 是夺取了不朽之守护，有点尴尬，要赶紧后撤了。位置有点危险，赶紧钻 NEC 上车。正面大锤降临是被带走，因为大锤大招是不能取消的。如果在手高的时候呢，像海明刚才那个海象飞踢去往回接查理斯羊刀，包括狗的大晕会更加好容易一点。Save 也在补充自己的羊刀。 哎，往回踢能接吗？这波是有标记的，但是把雪球带进来了，标记是带回来了一个海绵，吹风一下落地之后，再用雪球包自己，但是跳刀应该是 CD 了，海绵还是被击杀，可以买活。海绵选择直接交买，正面 NEC 也是一个吹风，落地之后通过魔晶队友去掩护一下。这波 FY 上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贴身的标想再来一套吗？ 但是原地被定住，没有能够把人踢回来。凤凰顺势变弹，选择全部激活去打凤凰的这个变弹，但是打爆了，但是人也被控在了原地。正面海明是一个买活死，同时又晕住了查理斯一个大锤，大锤的位置很危险。TA 继续输出，大锤也阵亡，也不能买活，意思要斩死了一个 CK 是可以买的 ，TA 是个有盾，再击杀一个船长，起来看能不能守 TA 的尸体 ，TA 马上跳走，反应很快，这样 CK 也是不用交这个买活，想反打。 否决给到了 NEC， 落地找 TA 被集火，凤凰烈日炙烤在救 ，TA 原地站桩，队伍也在掩护。这波 CK 选择了买活，狗用 A 杖钻了一下 TA， 限制 TA 的输出，马上钻出来，漂亮！但是 TA 也瞬间选择买活，对 ，TK 瞬间交买，并且大飞瞬间回到战场，配合买活的 CK， 应该是可以有机会成功的击杀梅碧。 给了一个衰老，再开幽魂护照，否决 CK 狗打出了被动晕，但 CU 给出了一个自爆，但是梅碧非常的硬，但是打了 CK 一个买活死 ，GPK 非常危险，看一下这波 GPK 之后的 CD，GPK 之后好像死了，漂亮，买活死，拿下。哎呀，双核买活是打到了 BB 的一个双核买活死，是的，梅碧的 NEC 太硬了。 他们非常想击杀梅碧的 NEC， 但是这个双龙星就一直在战场上存活，在最后一波团打出了无限的输出。对，没有输出，梅碧是不可能死的。这波已知双核买活死，感觉可以直接基地啊！随便，已经赢了。是的，楼很稳，先破3路再拆基地，可以轻松的拆，想拆什么拆什么。对方是只剩2个有控没输出的人，控吧，随便控，把对面家的建筑全部拆干净。58分钟的时间。 炸弹人跟船长还在负隅顽抗，但是确实没有输出点，他们2个人显得很乏力。虽然花里胡哨的技能很多。哦，最后一个炸3人有什么用呢？把查理斯炸到了一个小危险，但是狗一钻回到安全血量，最后3个都在情况下 ，GPK 敲出奇迹，看得出来非常不甘心，梅碧去纯粹跳舞。恭喜 AR 拿下了这一场败者组 BO3 第1局的胜利。是的。 并没有受到上一盘的对线期的影响，上路这边选择动手一个反强，天明这边应该要交出1血了吧？哦，这一波的话，小鹿招了一个红熊想搓一下中，但是卡尔的血量很危险，船长先放了一个标记水，想找一波塔下击杀，但是水似乎没有水到，反手中了一个急速冷却，吉佩强扛了一个水刀，再往前追击。船长双护还是比较肉的，但是这一波确实是人比较多啊，吹风自爆是拿到了梅碧的人头。对，最后梅碧是想回头再刮一水刀。 C5是已经站好了天辉点，应该还是一边一个。上路找到了一个2打1军团指挥官的机会，把他框住，这波应该是有机会击杀的。是的 ，PO 这边应该逃不了。对，这样的话前期就是不太想主动打架了。那这大骨灰就应该是凤凰出了。啊，小鹿的一个包抄，水人直接拨脸。前中期这些技能也没有必要省啊，但是下路的查理斯应该是被 GPK 突破了。对。 对，蓝量始终还是不是很健康。看老东京这一波，吹风磁暴极冷定位，加上双辅助的一波游走，伤害是比较高的。哇，这个弹无虚发质量非常高，把船长直接弹回来，强杀了梅碧的船长。天命发条技师过来，但对方人非常多，发条技师反而被对面的4人包围，要等 C5 的下一个弹无虚发，稍微瞄一下，有点距离远了，因为是被凤凰减速了。C5在卡位，对，这样所以的话 ，FY 为了救人自己反而是送了攻击。 对于船长 miss 的信息，
绕过来啊，侧翼找到了一个小路，杀一个5号位的话，打了对面3个人的信息，其实对于 BB 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且 BB 这波想打吗？给了一个幻魂先眼快，小鹿吃了口魔棒，自己还没死，再开一个加血，小鹿还是被击杀。但是卡尔和军团全部赶了过来，一个波先收发条，再是一个吹风磁暴断后，这样9线落地应该是要被炸成空蓝，也是没蓝放大了。刚才应该是坐门传送过来，查理斯这边没有蓝大招，有危险，一个吹风天火，很漂亮的连招，水人也是到位。GPK 在拿到大骨灰之后，利用自己的优慢慢上路，上路又来找到了落单的发条技师，这一波 Pure 再次收获攻击力20点。哎，这边 save 是破了雾，侧翼又找到了一个发条技师，轻松完成击杀。发条技师是帮露娜又打了一波信息。水人的波是交过的，过门这一波人很多，开了一个塔防 ，Nightfall 有警惕，马上往回走，钻进了塔下。导弹一炸，看到水人的视野，9线直接变大，一个钩子非常精准，找到了波过的水人，可以勾接台，没有让水人转出血来。是的。对他已经刷了挺久的钱了。对，别让 Luna 把节奏断了。哦，这里想埋伏水人，打他一个暴毙吗？直接水传水刀，漂亮 ！Nightfall 连续阵亡，这波的埋伏非常的出其不意。是的，第一盘楼的小狗应该也是受了这套的亏。对，这把让你感受一下，但是侧面没有大的查理，这边吹风磁暴交了起来。水量掉的还是比较快的，小鹿再往前跟又补了一个陨石伤害，应该是够了。查理斯要倒下，看能不能换人。凤凰边弹的位置配合船长的一个标记，卡尔被留，发条技师在勾，应该有机会杀2个。凤凰弹落地砸晕2人 ，save 过来支援一下，一枪是把梅比先打飞。对，但是卡尔的位置又包抄过来一个露娜，是的，打架 AR 人非常多。再开大往前追 save 的群英碧林，虽然说开越界争取点时间，但还是要死。这波是打了一个 BB， 算是一个葫芦娃。对。勉强换掉了查理斯，但是自己也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哎，这里又是一个水，找到了小鹿，有一个不可侵犯 ，A 起来有点费劲，但杀还是杀了。上路一个小鹿在勾引 ，AR 还是选择了动手。有大骨灰的情况下，9线应该是不想开大的，靠烈日炙烤的伤害。担心不够，还是求稳选择了交大。哎，后排军团想单解决凤凰弹，这波 Pure 感觉有点迷路了。对 ，FI 反应很快，直接变弹。C5也想去掩护，卡尔给了一个天火，没有能够命中。Pure 中大骨灰，强行决斗，想拼，给 FI 加攻，直接送攻击，吃到了天命的打赏。好，想过双城之门，继续来找机会，看一下卡尔的落位，白天应该是能找到。双酱油，这个钩子被吹风抵消了，这个反手吹风还是很漂亮的，进退场直接反打。旁边过来个军团，哇，这个出来有点突然。这没什么办法，那2酱油应该要都交代在这里。对，直接是过门秒掉了凤凰。对，但是这一波会不会 Bad Boom 选择打盾呢？这个盾双酱油，如果说尝试这个，就是一个风险跟收益是并存的。对，如果说2个酱油用很小的代价去杀掉你的中单，那很赚的。半收线半卖的一个位置，然后野区的眼是看到了 AR 人的位置。水人也踢过来要打这一波，30秒的盾，他们很想打秒查理斯 ，BKB 决斗天火水人直接伤害灌满秒掉了查理斯9线，9线是不能买活的，船长放船掩护，但是没有任何的作用。反手标记了军团指挥官，但是他有 BKB 拉回来没有用，再被吹风起来，水人再往前跟，发条技师只能是勾队友撤退，这波已经打不了了 ，FI 也要走。群碧林想留人，推过来找到发条，发条技师应该是走不掉了。水人变船长给了一个红流没有水起来人，老东西拿脸留人吗？对，而且这一波 AR 他们其实是在等水人盾消，对，水人盾消之后，他们立刻回头想反打。卡尔再是一个反手吹风磁暴，水人直接避过来拨过来，开启 BKB 输出露娜，再配合一个一弹穿心，露娜的这个位置很危险啊，直接是被恐惧的带走了，没有 BKB 的露娜。这一波水人切入加上群英碧林的控制，效果很漂亮。主要是双核心 BKB 的这一波确实有点强势。对。高台有 BB 的高台是有 AR 做的眼，看到了 BB 经过的一个方向，但 BB 开悟站在双城之门那个高坡，有盘子关辉耀的9线往高坡走，军团指挥官应该看到了盘子，不敢决斗，被迫开出了 BKB。卡尔冲锋磁暴也打空嫖出了盘子，查理斯小心点，赶紧开大招。盘子跟大招和 Pure 的 BKB 互换了，这一波 AR 第一时间肯定要追人。想追，但9线的位置跟队友有点脱节。后排的话是有一个落单的小鹿先被击杀，没有开出 BKB， 老东京这波不能买活。是的，
造成了 BB 的先减员之后，吹到了 BKB 的军团。那这样的话，哎，军团跳走，这个9仙吹风是没有伤害的，是，马上做了一个判断，不来了。是的，主要可能是觉得军团指挥官在 TP 回家之后赶出来是不是有点太慢了？对，有蝴蝶的露娜这一波战斗力非常的强，分身冰眼蝴蝶大引刀带盾，几乎是露娜这一局的最强一波。标记上高给了一个吹风，但吹的有点早，被拉回来，还好没有被嫖掉太多状态。看到了水人，直接勾先手，没有勾到，双倍露娜，这波确实想打，但没先手，能秒他吗？直接输出水起来了，水人转血有点来不及，双倍的露娜直接是强杀了水人。水人是在8条勾空了，明显勾空的情况下有点放松了警惕，被他只开转血没开 BKB， 中了船长一个水，直接被冰眼露娜活活 A 死，配合双倍符。没有买活的水人，露娜拆建筑非常的快。要注意好保护自己，对面卡尔跟军团的输出还是非常高的，同人偷偷给我这边月人弹的有点受不了了。对。这一路应该是只能放掉了，吹风再吹一下军团是很关键的。找到了军团，吹掉对方的先手，军团先往回跳一下，这样军团跳是 CD 的。露娜继续 A 上，塔可以拆，拆完塔开分身继续拆。第2路也能成功拿下，吹风雷暴拖延一下，但是被楼一个走位躲掉。有月刃的弹射，军团也不太好，跳刀先手决斗，在杀死水人之后一举破掉2路高地。他们是能确定水人是没有买活的，看一下 AR 的下一步选择。27秒，时间有点紧张，其实，但是。在考虑啊，要不算了。哎，这里 C5正面是被留了一下，船长交了一套技能开了 BKB，C5 推自己一下，很漂亮，单出了洪流浪潮，军团再给一个强攻，被潮汐波拉回来还是阵亡，但 C5 帮团队争取了时间，争取了水人的复活，这样第3路应该是保下来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BB 虽然很急，但是他们确实来不及。是的，他们很急，先别急，一会儿他们更急。啊，刷新辉耀那可以耍赖了呀。对，应该说有刷新强袭辉耀9仙的情况下，最后一路只要 AR 推到高地下面，基本上可以稳破的。对，这也是 BB 为什么选择开5想在外面解你的一个原因。对 ，BB 中上2大坨兵线完全视而不见，就要在野外跟 AR 殊死一搏。太明显了，所以 AR 也是直接5人进屋。对，这兵线高地没人太明显了，不得已只能回防。导弹有擦边到视野吗？并没有，比较可惜。但是兵临城下9仙开大，这一路应该已经可以直接强拆了。BB 是没有塔防的，查理斯直接分大，有刷新球的随便分大，加上带盾露娜，卡尔给了一个羊刀的消耗，打露娜半血先推回来。但是露娜应该是有自己的撒旦的。红熊猫吹起了水人，但是其实 BB 手高地的消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开启撒旦把血量吸满，又是吹风磁暴想耗一手，不过 CF 这边被拉了回来，一个推推棒把自己置于安全的一个位置。这一波的时候耗掉了高地塔半血。对，9仙还有一轮，不用太着急。标记水流到了 C5，秒掉了一个酱油，马上买活。查理斯交了第1个大招，摁刷新，再来马上第2个大招，麻烦进来了一个陷入找小鹿，但自己位置危险，水人开 BKB 直接出了发条，但一看奶酪补了回来，骗了水人的 BKB。小鹿也开 BKB， 水人强行追天命，就认一个发条技师，自己没有 BKB 了，什么意思？带着风华上头了，分身斧之后被打死，不能买活的这话游戏应该是要结束了。虽然他们强行秒掉了 Coco， 但是 Coco 解锁了买活，别的帮我们打出了奇迹，楼打出了问号，打上了平。恭喜 AR 拿下这场败者组 BO3 的胜利，在这一场恩怨局当中 ，AR 最终笑到了最后。是的，看得出来他们也是非常的不甘心。是的。第1局的话 ，AR 应该是靠实力制胜，在第2局顶住对方碾压获胜之后呢，他们的心态没有受到影响。对，虽然第3局之中一度是被 BB 拖过了露娜的强势期啊，但是他们还是有非常好的一波抓机会，抓了一个水人暴毙。对，太关键了。这个英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虽然说后期好发挥，但是他也会制造一些意外。好的，那在我旁边的就是 FY God， 问一下啊，就是你们第2场比赛呢，其实是感觉输的非常的。哎，就差那么一点劲儿，然后你们是怎么调整的呢？第2场真的是就差那么点劲吗？就第2场我们就是打一半就知道我们问题出在哪，然后我们就基本上你想第3把怎么打了，所以我们就光速投降，准备好下一把。赶紧下一把。那你们是怎么总结？就是觉得第2盘是哪里出了一点点小问题，就是第3把一定要去针对这个呢？主要是线上的问题吧，然后还有凤凰的问题。所以我们第3把选择抢凤凰。我们不知道这个中文的 OB 有没有捕捉到，就是你那个凤凰要捡赏金符的时候飞过去，然后没捡到。哎，外高，这个是怎么回事？短了呀。
这比赛当中稍微有一点小瑕疵也很正常嘛，对不对？完了，结果是好的，赢了。那想问一下啊，就是今天是你们 AR 在 TI 上的第一个败者组的比赛，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老将，你觉得打败者组和打之前的比赛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心情是怎么样的？胜者组会有点压力吧，然后败者组感觉压力突然变小了。是的。那你会就是拧绳或者是拉住很冲动的队员这样吗？会，今天我们沟通和交流比昨天好多了，大家都是。因为昨天也是听到你们教练说，觉得队内沟通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很好，但今天就马上修复了这个问题，对吧？我们现场有很多 AR 的粉丝，你们有没有被这种氛围感染到？对，就是在隔音房也可以听他们的呼声吧，就挺激动的。来，我们再激动一下，看一下 FI 的 AR 的粉丝在哪里。FI， 谢谢 FI， 谢谢你接受我们采访，我们把画面交还给分析台。感谢查理斯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AR 战队的3号位查理斯。能够晋级到下一轮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败者组赛前有没有想到这是今天的结果？希望能明天顺利的跟雪碧会师吧。那其实第2场的话，比赛很一边倒。当时的话，我想你们也是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嘛。当时队内的一个氛围是什么样的？其实兄弟们早就想打DG了，装模作样的打了一会儿。我再说一下，就是中路早就劝兄弟们要不投了吧，但我们就毕竟 TI 嘛，就多打了一会儿。Now, you have many fans in here in the arena, and they are very happy to see you moving to the next round. Is there any word? Can I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Precision 3? Any words to the fans? 有什么想跟粉丝说的吗？谢谢大家支持吧，然后等一下我们努力把DG给干了吧。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